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唠一个在咱中华文化里那可是顶顶重要的话题——诚信。您琢磨琢磨，要是一个人老是说话不算话，您还愿意跟他打交道不？诚信就好比咱做人的身份证，没了它，在社会上可就寸步难行。那这诚信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，能在咱们文化里扎根千年呢？就请各位跟着我一起走进诚信的世界。要说诚信的源头，那可就得从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说起。儒家讲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您听听，孔子这话就点明了，人要是没了诚信，那可真不知道还能干啥。这就好比盖房子没了地基，根本立不起来。佛教虽说没直接说诚信，但倡导的真实不欺，其实也是一种诚信的体现。道家讲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提醒咱们要分辨真实与虚假。诚信可不是靠花言巧语，而是要实实在在。给您讲几个跟诚信有关的故事。先说说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商鞅变法，为了让老百姓相信他的新法令，在城南门立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，下令说谁能把这木头搬到北门，就赏10斤。一开始大伙都不信呐，心说哪有这好事儿。后来赏金加到50斤，终于有个胆大的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。商鞅立马兑现承诺，这一下老百姓就知道商鞅这人说话算数，对变法的信任也就建立起来了。您瞧瞧这诚信的力量多大。再看看文学作品里《三国演义》，大家都熟吧？关羽为了兑现和刘备的约定，千里走单骑，过5关斩6将，面对曹操的各种拉拢，他不为所动，一心要回到刘备身边，这就是对承诺的坚守。对诚信的践行，关羽也因此被后世尊为一绝。到了现代，诚信更是重要的不行。据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0%以上的消费者更愿意和诚信经营的商家打交道。就说前几年某知名品牌因为产品质量造假被曝光后，销量那是一落千丈，品牌形象也彻底毁了。而那些一直坚守诚信的企业，比如华为，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信经营，在国际市场上都站稳了脚跟。再说说中西方对诚信看法的差异。咱们东方文化里，诚信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道德准则，是家族传承和社会交往的基石。西方呢，虽然也看重诚信，但更多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上，靠法律和合同来保障。打个比方，咱们东方的诚信像一座稳稳当当的大山，一直都在那；西方的诚信就像用契约搭建的高楼，得靠一条条规定来支撑。那咱们在生活里该咋做到诚信呢？首先，答应别人的事儿一定要记在心上，想尽办法做到。就像跟朋友约好了吃饭，哪怕路上遇到再大的困难，也得想办法赴约。其次，做生意或者工作上，千万别偷奸耍滑，实实在在做事。就像卖东西，不能缺斤短两，得给顾客足称足量。最后，在网络上说话也要讲诚信，别随便造谣传谣。我再给您讲个警示案例。小王在网上卖2手电子产品，他明明知道产品有暗病，却在介绍里只字不提。买家收到货后发现问题，要求退货，小王还百般抵赖。最后这事儿闹到平台，小王不仅被封号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名声也臭了。您瞧瞧，这就是不诚信的下场。好了，今天关于诚信就聊到这儿。如果您对诚信有更多的思考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也别忘了点赞和转发，让更多人明白诚信的重要。愿诚信之花在每个人心中绽放，咱们下期再会。